在无人注意的房间僻静区域，肖战的玉骨遥2度胎动再次转化为陪跑，一言不发。2023年伊始，我被春节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吓坏了。资本家的做法非常出类拔萃，看得人看得入迷。这表明明年的竞争将是多么激烈。电影《诛仙》一上映的时候，我还不认识肖战，但是看了春节档的那场战斗，我能感觉到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肖战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这部电影是烂了，钱被逼成了扫把。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不认识肖战，但看了春节档的那场大战，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切都是出于爱。玉骨遥中出现的2次中断都伴随着奔跑。由肖战、任敏主演的古装电视剧《玉骨遥》踩着春节档的尾巴，连续2天登上热搜。仍然是路透社的高媒记者负责在社交媒体上上传大量手稿，但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该主题中的条目经常被浏览数亿次，不知情的人认为这只是真实事件的彩排，但事实并非如此。原来连续上了2天的热搜不过是假镜头，而鹅厂宣传的剧并非玉骨遥。以60%的市场份额，在淘宝热播的贺岁打黑题材《狂飙》彻底抹杀了贺岁电视剧的轨道，就连原著粉追捧的大 IP 三体也敌不过它。下沉市场在短视频平台上火爆起来，台网双扩张。即使在央视播出，三体也没有像《狂飙》那样在收视率上取得成功。不能随便冲进会场，因为玉骨遥的宿命也是宿命，尽管众人急于一睹这老傀儡的真面目，因此您不能太快接近场地。不管怎么说，对于鹅厂来说也是一个 S 项目，有可能会被纳入最有利的时间表。对于肖战、任敏这样的话剧新秀来说，当播客无疑是最有利的选择。穿过人头攒动的春节摊位，虽然错过了最大的时间段，但依旧以稳健的方式求稳。对于走流量 KPI 财神爷的肖战来说，也是一场胜利，形成对手和对手的识别。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玉骨遥未上传的解释一直是互联网上激烈争论的话题。我相信不止作者一个人知道，对这种情况持悲观态度的人特别容易被这种洗衣袋论点说服。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勇气及时跳过。韩国在多个社交媒体渠道上正式宣布，已成功获得玉骨遥的播放权。别的不说，我对玉骨遥的剧本还是很佩服的，这让我真的屏住了呼吸。他们不动声色地继续寻找资料，保持神秘感，对外界猜测他们的人嗤之以鼻。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经营方式，才能够在一开始就吸引到尽可能多的观众。肖战春节档定档的3部剧稳如磐石，没有新内容上线。其实玉骨遥是在一个没人注意的地方悄悄公布的。有网友发现，玉骨遥曾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官方微博平台上没有的海报。4张海报虽然只是描述了演出的舞台，但比起那些没有素材的海报，还是有进步的。至少他做了一些动作。是的，他也有可能推迟重大举措。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花开之后又会相见。